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悄然删掉余生，请多指教；杨紫粉丝出人意料集体沉默。肖战那天一挥手，余生请多指教就从他的主页里蒸发了，仿佛从来没存在过。网络上没炸，杨紫粉圈安静的不像话。奇了个怪，换在前几年，这事儿早该闹成一锅粥，结果谁都没吭声。有人凌晨翻超话，只找到一句早翻篇了，散了吧，像深夜写给自己看的备忘录，有点无奈，还有点释怀。这场面像极了球场上最后一刻，裁判没哨声，大家自觉收队。要不是亲眼盯着数据看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搜索引擎睡着了。以前这种删代表作的操作，热搜榜上直接上分，评论区一夜堆出小山。现在倒好，微博、超话、短视频平台全线平静，比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都安静。饭圈生态真就变了，还是大家都在装死？我忍不住扫了下近几年类似事件：王一博删陈情令，C 罗删曼联合照，球迷粉丝一边喊一边猜，热度蹭蹭往上飙。娱乐圈和体育圈，删帖这招往年就是引爆器，现在像废电池。有时候真想穿越回巨热那会儿，肖战、杨紫的粉丝还会隔空调侃，谁家打榜，谁家控评，哪儿都能先点小浪花。那时的 CP 粉像打团副本一样，输赢都能自得其乐。可剧中后热度一降，情感消耗的差不多，饭圈也学会了及时止损。删帖这种操作成了成年粉丝的情感断舍离。说白了，谁都不是小孩了，没人还指望主页能代表一切。雾里看花的热闹，热了就散，冷了就走。说句实在的，娱乐圈的水混着流量的油和资本的盐。肖战这波删帖，或许只是换个赛道，也可能是团队在做内容规划。没人真的觉得删了主页就能删掉过往，但谁都知道，主页代表着未来。杨紫粉丝的冷静，不是心如止水，是见过真风浪。剧播那阵子，键盘侠敲得能冒火，手机都烫手。现在大家更像经历大考之后的考生，偶有波澜，也懒得多说。偶尔会想，这种集体沉默是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保护？毕竟，舆论场就像体育场，观众席上总有一群人等着看你失误。饭圈不是没撕过，谁没在深夜为一句话焦头烂额过？但现在，粉丝们学会了闭嘴，像老将守在板凳席，偶尔扔个冷笑话，看局面怎么变。有一点很有意思，杨紫的粉圈似乎比谁都先断舍离。有人说是情感消耗完了，也有人觉得是粉圈理智进化。其实两者都有一点，更多的是活明白了。流量这东西，说翻篇就翻篇，今天你在风口浪尖，明天就成了旧闻。粉圈话题的生命周期快得像短视频里的15秒，谁还真把曾经的热搜当回事？你追我赶，热闹过，剩下的就是各自安好。这几年看下来，饭圈和体育圈越来越像。明星删个帖，球员删合照，背后不是简单的情绪，而是利益、市场、舆论的多重拉扯。C 罗删曼联，球迷喊着回家，也有人冷笑割席。王一博的操作也是，粉圈表面风平浪静，背后照样分裂重组。谁还敢说删帖只是个人情感？明明是一场无声的博弈。这波静音风暴让我想起老一辈体育记者聊起2025年代足球，有的失利后球员直接坐在地上发呆，没人安慰，没人嘲笑，大家都懂那种沉默的分量。现在的网络舆论场，热闹是假象，冷静才是底色。粉丝们比谁都清楚，情感的消耗是有极限的，理智的保护壳越来越厚。删帖风波，说白了，
就是一次集体低头整理背包，准备迎接下一次未知的对决。有人在评论区问，这是不是饭圈的没落？我倒觉得更像是一次集体长大。别看表面淡定，心里80%都在盘算，以后还会不会有新合作。成年人追星和看球一样，早学会了不把情绪压注在一场比赛、一个主页上。杨紫的粉圈早就盯上了她的新剧，肖战的粉丝也在琢磨下一波数据怎么刷，谁有空为过去的标签争个你死我活。偶尔想想，这场风波也许就是娱乐圈的缩影。删帖、沉默、冷处理，像极了球队换帅、球员转会，谁都想体面，谁都怕被标签化。主页上的一部剧，代表不了全部人生。明星也好，粉丝也罢，早晚要学会在热闹退潮后，自己跟自己握个手。删帖不是告别，是一种生活的常态。至于下次会不会再有这样的热搜，谁知道呢？娱乐圈的剧本，没人敢说摸得透。你以为是风平浪静，下一秒也许狂风骤雨。数据、流量、舆论，谁都想掌控，最后兜转转，还是得各回各家。你要问我怎么看，我只想说，删帖的背后，其实藏着所有人都不愿明说的故事。肖战敲删余生代表作，杨紫粉丝意外集体沉默，背后有何隐情？肖战那一行字消失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亮得刺眼，消息弹窗还没刷3秒，评论区已经开始猜谜。真没想到，娱乐圈这次上演的不是互撕大戏，反而是杨紫粉丝的集体静默。曾经热搜上2家阵营互飙梗，谁都不让谁，今天安静的像考试教室。你问我为什么突然有点失落？可能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热闹，习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突然变成这样，反倒像深夜回家的地铁，只有自己和影子在说话。还记得余生请多指教刚上线那会儿吗？热度直接冲天。首播那天，视频网站的服务器差点被挤爆，你能想象吗？后台数据跑得比高铁还快，弹幕从屏幕左边挤到右边，杨紫和肖战的 CP 粉在评论区盖楼，楼层数能堵死强迫症。那时候，两边粉丝都觉得代表作这4个字稳得很，谁也没想过有一天会被默默删掉。热度、数据、话题全都飙得飞起，仿佛全网都在为这部剧打 call。可现在回头看，热闹过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有点像考完试撕掉草稿纸，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，突然空落落的。肖战没解释，杨紫也没吭声，没有声明，没有感谢合作，连常见的祝福未来都没有。粉丝圈里偶尔有人发句各自安好，大多数人都删了评论，关了推送。要说娱乐圈真有体面分手这种操作，以前我肯定笑掉大牙，现在还真有点信了。成年人的告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，没有人哭闹，没有人控评，像下班路上最后一班地铁，安静的能听见鞋底摩擦的声音。其实这背后哪有那么多童话？肖战这边数据是硬道理。2024年上半年，广告代言一口气签了5家，商务资源一路飞升。团队深夜会议的灯光照了整栋写字楼，谁都明白代表作的位置不能乱。删掉余生请多指教，留下诛仙斗罗陈情令，分明是一场职业生涯的自我重组。偶像剧的标签该卸下了，流量时代不能没有新的人设。说到底，这就是娱乐圈的现实，赛道切换，标签必须重新贴。你说这是敬业也好，是冷静算计也罢，反正早就不是那个靠着偶像剧刷热搜的男孩了。杨紫的转型也没闲着，去年一部《长相思》直接把她送进正剧女主新赛道。团队的风格一直低调，业务能力和数据摆在那里。粉丝不再热衷于营业 CP，
更喜欢聊演技、聊剧本。现在回头看，杨紫粉丝这波静音退场，既是保护自家偶像，也是对新娱乐圈逻辑的适应。你觉得他在意吗？我倒觉得他早就习惯了。童星出道，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合作是合作，分开是分开，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清醒。其实不止娱乐圈，体育圈也玩过类似的操作。想当年孙杨在奥运名单上突然消失，全网一夜安静，粉丝没撕，媒体没吵，所有人都低头刷数据，谁都明白这背后藏着多少利益和角力。再想想 C 罗离开皇马的时候，球迷几乎分成了两种人生，老友变对手，昔日的照片一夜之间成了黑历史。热闹总是短暂，冷静才是真相。娱乐和体育其实都是赛场，都是流量，都是标签，都是利益。谁能一直站在 C 位？没有人能一直不变。有意思的是，网友们的好奇心比娱乐圈的瓜还耐嚼。有人翻出2019年肖战和杨紫的合照，有人扒出每一次采访的细节，甚至有人剪辑分手回忆杀视频，点击量照样破万。这些操作像极了球迷考古梅西和 C 罗早年的比赛录像，生怕漏掉哪一个眼神，哪一句台词。你说大家是真的关心代表作吗？也许更在意的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有没有变，还是不是从前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。其实粉圈静音这事也不全是理性，有人嘴上说无所谓，心里早就刷了10遍肖战主页，看他删掉那一行字时心里咯噔一下。有人嘴硬说支持各自安好，转身就给杨紫新剧打 call。 成年人都在演体面，演到最后自己都信了。你说这像不像我们自己？小时候遇见喜欢的人，恨不得全世界知道，长大了连朋友圈都懒得发。情感和利益，现实和理想，谁都绕不开。你真要追问一句，删掉代表作到底算什么？敬业、无情，我看更像娱乐圈的自我进化。流量和标签的赛道太窄，谁都想换个活法。杨紫和肖战，一个主动断舍离，一个安静转身，谁也没输。粉圈的静默是成长后的自保，也是行业的新常态。就像体育圈转会一样，数据说话，情感收口。